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我是吴薇。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在视频里讲问题了哈，今天回来讲这个西方媒体看中国呢，我先说两句。最近其实国际方面有很多新闻，但是很多新闻我放掉了，我没讲。原因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去做那种凭空的预测没什么意思。第二呢，如果一个新闻只是一个泛的我自己一拍脑门去一个评点呢，我觉得也不是大声的特长。我想干的呢，其实是在一些有趋势性的话题类的东西里面，给大家一些知识，给大家一些我通过研究或者整理资料得到的一些知识类的，可以让大家在一段时间回来看，哎，还不过时的东西。所以今天要讲一个话题，如果最近大家注意了的话，其实西方的战略研究界、媒体还有军方反复讨论了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但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话题是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安全格局里面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有趣的是，这种议题讨论呢，在中文媒体里基本上是看不见的。我分析了一下，其实背后的原因很清楚，就是中国的官方叙事里面强调的是核武器这个力量是防御型工具，中国这么多年的官方表态都是这样子。它的目的好像是，就是中方是说是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地区稳定。你要问普通老百姓，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在西方话语，尤其在美国的战略界来看哈，这些年中国的核力量是在迅速扩张，技术也是有大幅的突破，而且这样的扩张和突破，他们认为会给全球的核平衡带来一个直接的挑战。同时，其实全球的地缘政治有很多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就让核武器这个，其实大家从二战以来都很熟悉，可是都放下了的这样的武器呢，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的政治舞台中心。举几个例子看一下，核无战争过程中，俄罗斯反复在威胁，就是核威慑一定会成为现实的战斗手段，这个事情让军方是非常担忧的，全世界的军方。另外呢，就是台海局势，而中俄之间不断在深化的这种军事战略合作，其实西方国家非常担忧，他们认为他们会面临所谓的双重核威胁。好，今天这么多专业的词放在这儿呢，我就准备讲这个事情了，就是为什么近期西方，尤其是美国，会花那么多力气去关注中国所谓的核威胁。在进入正式的节目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请加入我们的会员，给我们具体的支持。实话说，我不太喜欢吆喝被支持，但是呢，真心讲，像我们大声这样呢比较专业深度的这种内容，有更新频率并不高，其实要维持一个我们小小团队的运营，还是蛮大的压力的。就是流量啊各方面的这些收入，其实并不能支持我们的正常的运营。所以也有朋友在跟我说，让我去吆喝捐款，让我吆喝一些捐助，这些呢我实话说不太好意思做，但是我觉得成为我们的会员，跟我们一起用会费的形式陪伴我们，让我知道我有个核心用户群，这个对我的精神鼓励和我们团队整个的具体的支持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谢谢大家，不管你是手机端还是网络端，就用点击加入会员的方式成为会员，如果您愿意的话。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说具体的问题。其实这两天有一条很重要的新闻，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简称就是 CSIS。这个机构是非常有名的美国关注于安全问题的智库，之前我聊过。他们这个 CSIS 呢，近期联合着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 MIT 和美国的海军学院，进行了一个兵棋推演，英文上叫做 War Game。这个 War Game 呢，你也可以翻译成是战略游戏，就是战争游戏。干嘛呢？其实他们就是模拟了如果在2028年会出现的台海冲突，如果有2028年会产生这么一个军事冲突的话，中美两国是不是会产生核升级？什么意思？就是假设2028年台湾必有一战，中国必要给台湾打一战，什么样的情景下会让中方和美方的军事决策者做什么样的
核武器选择和核武器行为。兵棋推演这个研究报告啊，115页英文的，我花了整个一个周末的时间研究，非常有意思。我再拿一期节目专门讲，非常值得推荐。同时呢，我还注意到，如果大家再去看哈，其实美国的媒体 NBC 也好，华尔街日报也好，还是欧洲的德国之声、卫报、金融时报，更不外乎说美联社、路透社这些通讯社，很多媒体过去2年，尤其过去几个月，都在讲中国正在为建造核动力航母做技术准备。前一段时间，卫报就直接给了一个标题，警告说全球正在迈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危险的第3次核时代。所以今天啊，这么多话题，我把它梳理成4个关键问题，给大家具体聊一下。第一就是为什么美国最近如此关注中国的核威胁。第二个，我就说一下美国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 CSIS 智库，他这次跟 MIT 跟海军学院这些军事专家他们做的这个兵棋推演，最后到底揭示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推演，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第3点我就要聊一下，就是中国的现在的核力量现代化的一些重要特点，尤其是被欧洲、美国特别关注的特点，关键是东风导弹体系，还有中国的这个核动力航母的战略意义。第4个就是快速讲一下，就是在全球有可能出现的核竞赛加速和中美的核博弈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情况下，美方认为，就是美方的智库啊、决策者、研究者认为他们应该怎么应对。但是要讲一下啊，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些资料呢，都是第一，我是看的大量的公开的资料；第二呢，我希望通过引述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有别于中国官方，尤其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文语境下的分析。很多东西呢，我挑选了，肯定是带有我认为它是值得推荐的，但并不是我个人的全部观点。可是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我要挑这些信息，我希望能先说一个说明。所以好，现在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所谓的中国的核威胁？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台湾台海局势，这个基本上是被世界认为有可能变成一个全球核风险的一个引爆点。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的一些行动又不断在传出很强烈的信号，让美方很关注。其实世界西方的这些军事大国也在关注，比如说大规模的环台军演，这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环岛军演、环台军演现在已经成为常规化操作了，而且它不管从规模上还是从强度上，一次一次在突破历史记录。现在昨天又有这种军事行为，台湾也在分析，但我看其他外媒都已经不太聊了，因为它常规化了嘛。第二就是这个弹道导弹飞越台湾上空，直接威慑美国和台湾当局的这种行为也是越来越多。第3点就是台湾政府这边就认为像军舰啊、军机啊持续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已经形成了对他们非常高频次的军事压制态势，台湾这边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这3个因素让大家觉得台海局势是越来越紧张，而且是中国是主动挑衅的一个态度，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一直有一个所谓的核压力。再看一下时间表上，为什么最近要聊这个中国的核问题？中国的给这个台湾战争是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的，当然这个具体的时间表呢，现在不断喊的还是美方，就是2027年前后，习近平肯定会采取行动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为什么是这2027年呢？就军方有共识，为什么呢？我再讲一下，一个是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嘛，这个节点被中国认为是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而且呢，其实美国情报方面和军方都说过，就是他们的情报获悉，这些都是媒体公开说过的就是美国的情报方认为，习近平已经要求解放军必须要在2027年具备攻占台湾的全面作战能力。当然美方几次情报方面说出这个2027年时间节点的时候呢
中国的官方也好，外交部也好，没有明确回应。可是这个2027这个时间点线，基本上是只要你谈台湾问题，只要谈美国的这个军备和准备，一定的大家都刻在脑门上的一个时间节点。这就意味着啥呢？就是说到2027年，中国一个是要具备在台湾局势失控的时候有军事决策和执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其实说大白话吧，就是中国要在各个方面，从战略到物资准备到军备还有核实力，要具备可以打仗的能力了。美国人就觉得很紧张。2027，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 CSIS 我以后会再讲一期，他们假设的是2028年，他们的这个兵棋推演是2028年。可是去年这 CSIS 呢，他们还做了几个这个兵棋推演，或者叫这个 war game 这个战争游戏，他们假设的是2026年台海会有军队战争军事行动，不管是26、27、28，反正就是27前后，这个是所有世界的这个军界和决策界都认为的一个时间点了。那随着这个时间点的到来，那可不是现在美国各方面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具体的威胁，尤其是核动作。其次就是美国担心什么呢？如果台海冲突爆发，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对抗会迅速升级，到了核武器就会在极端情况下使用。要说一个点，就是核这个东西啊，核武器这个东西，其实全世界唯一真正使用过核武器打击别国的只有美国。所以每一次当北约也好，美国也好提出来这个对中国的核威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说你们最应该看的是你们自己，美国才是真正要使用核武器震慑世界的大国。但是美国方面呢是认为，就是说美国的官方表态也一直这么说的，就是他们的核储备是为了再不使用核。但核武器这个东西在道义上和各方面的这个理论分析上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东西，就它有人道主义的考量，它有80年代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美苏都在去核化的这种承诺，可是美国人是非常关注核武器的不使用的。他们的理论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减核，一方面要压制其他所谓核武器国家，来避免在任何极端情况下都不要使用核武器。可是由于最近一个是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可能会因为台海升级或者必须爆发，而美方现在的研究就认为，如果军事对抗突然升级的话，核武器有可能成为一个极端情况下没办法避免的问题。美方认为中国一定要打，中方反复说我们就是要打，所以美方的大量的研究都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必有一战，什么情况下中国会使用核。我接下来准备在系列讲几期，就是中国的核威胁到底是什么，中国的核现代化到底是什么，还有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台海战争的这个军备和核武器的军备的一些问题。所以接下来可能有一些系列节目哈，现在是预告一下。好，继续往下讲。第二个让美国反复研究中国核问题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和俄乌战争。就是现在让西方认为呢，这个核威慑现在可能又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一说大家都懂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2年多了普京多次反复暗示过，就是他不排除使用战术核武器。然后他每次一用这种流氓手段吓唬欧洲人的时候呢，欧洲就紧张。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欧洲一方面全力以赴的在帮乌克兰，但因为害怕普京耍流氓普京也多次暗示了他要使用核武器，所以欧洲就一直在避免真正的这个军事行动的介入。所以一段时间2年多了，我们看到俄乌战场的焦灼状态下，一直都是西方、美国、北约、欧洲出钱给军备。
乌克兰自己上战场。一个很重要的中文媒体一直都不讲的原因，就是因为普京反复暗示他们必要的时候不排除使用核武器。所以呢，就是最近有一个 Newsweek 美国的新闻周刊就直接有一篇文章直接讲，在这个一个焦灼的状态下哈，中国在俄乌战场期间的立场引人注目。新闻周刊这个美国新闻周刊它不深，但是它阅读范围非常广泛。它直接给了一个标题，就是说中国在俄乌战场的立场让人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中国既没有谴责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中间俄罗斯的核威胁，他也没谴责俄国，他也没有明确表现支持过俄罗斯，表现了一种所谓的克制而暧昧的姿态。但这个立场让西方，尤其是分析界，就各种各样的深度的猜测。我看了一堆这样的报告，我都不想引述了。结论就是，如果台湾冲突也爆发的话，中国是不是也会模仿俄罗斯，利用这种核威胁来迫使美国保持克制？要知道有一个大背景，我刚才说了，其实80年代以来，这个美俄的冷战结束以后，大家两边美俄其实两国是拥有最多的核弹头的嘛，两国都在承诺不断的在销毁核武器。而加入这个核控制条约的国家有5个，其中是包括中国的。所以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强调的自己的所谓的核武器的态度呢，是防卫为主，然后绝对要什么和平使用核能、和平使用核武器，这都是中国的官方表态。可是，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这个被打得这么惨的时候，西方都在谴责中国在背后支持俄罗斯，而明着就在说俄罗斯的耍无流氓，可是中国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所以美国人就认为你不谴责俄罗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呢，是不是？如果在打台湾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核威慑来震慑美国。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台海问题的高风险又叠加着俄乌战争给大家的核示范，就让美国不得不再次重新评估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崛起。我现在再快速说一下 CSS 的这个兵棋推演。兵棋推演的关键点我们只说一个是呢，美方发现各种15次布局和假设的这个推演的结论，发现中国很有可能会打破他之前说过的永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政策。而当台海战局极端不利，或者中共的这个执政的核心利益面临威胁的时候，核武器可能成为中国最后的底牌。这些研究者认为，这军方的研究者哈，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他们认为美军的行动可能会触发中国的核反应。如果美军攻击了中国的核导弹发射井或者核导弹的指挥控制系统，中国可能就认为美国是在做核先发制人，然后中国有可能会所谓核反击。军方的鹰派甚至最近一个是在建议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核选项，一些战略决策者就直接说了，说那个在常规战争无法取胜的情况下，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的登陆舰队或者关键设施，来遏制战局升级。这个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金融时报》FT 的一个分析说的，就是因为随着中国的核力量的迅速扩张，特别是中国的这个东风导弹系列东风导弹哈，好多个型号，东风导弹技术的这个突破，美国传统的核威慑优势正在面临削弱，所以呢，台海冲突又被认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门槛的测试地，美方这边就很紧张。我现在讲第3个问题，就是快速讲一下，我以后还会深讲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的特点，西方怎么研究的哈？几个关键的案例，一个就是
东方导弹，一个就是核动力航母。那么就是到底是什么让美国这么担心中国的核力量呢？核心在于中国现在的这个核力量的现代化有2个重要标志：东风导弹体系，还有就是核动力航母的推进。在这2个领域的中国的突破，既表现了中国真正在核武器技术上有快速发展，也反映了中国核威慑战略其实现在在日益成熟，而且变得越来越可操作。先说东风导弹，这个东风导弹要知道，它是中国近些年的所谓核力量现代化的中流砥柱。东风导弹的特点是它具备核打击和常规打击的双重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弹头它既可以装普通弹头，也可以装核弹头，然后因此它的这个战略威慑性和实战的灵活性就大大增强。那么外界是怎么研究这些导弹的呢？说一句哈，其实西方媒体美联社就报过一个，说其实有大量的智库，它通过他们的卫星图像，导弹试射数据，还有中国官方的一些军事演习，他们逐步拼凑出来了东风导弹的一些技术参数和部署情况。比如说美国就曾经多次监测到，在中国的内陆西北地区，还有这个四川周围，中国在建造大量的导弹发射井，这就被认为是为东风41这些战略导弹做准备。然后美国的《金融时报》呢就说过，说中国在东风系列上的突破使美国的防御系统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德国之声和美联社呢也讲过，就是下一个问题，中国的核动力航母也在加紧建设。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核动力航母的研发呀，被认为是中国实现远洋核震慑的重要一步。然后，美联社就专门发了一个文章，这个德国之声也援引了，然后也加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分析。就是有一些最新的卫星图像表示，中国在沿海地区还建了很多与核反应堆研发相关的一些设施，就大家通过卫星图，这些设施呢都被疑似用于测试核动力推进系统，然后为中国的核动力航母的研发奠定基础。美联社的分析呢，直接就是说一旦核动力航母建成的话，中国将具备持续的远洋作战能力，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核威慑与军事存在。因为什么？核动力航母它不受补给限制，它的作战半径呢大幅度提升，这样都对美国和它的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构成巨大挑战。这儿多说一句，其实就是川普身边的一些军事分析家，包括他的这些国家安全的这些重要顾问，包括川普自己也说过这个意思，当然他们没说那么清楚，就是说美国现在越来越担心自己远程到台湾海域那么远的路程去跟中国打，他们认为这一点上美国是不占优势的。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参照的就是美国军方对于这个中国核动力航母的这些情报的获取和分析和担忧。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正在突破传统的区域限制，走向全球。英国的《卫报》直接就给了一个警告，说全球正在步入第3核时代，而且发出这个警告的人是谁呢？是英国的武装部司令，就是最近。要知道现在全世界呢有核弹头是2100个，当然大部分1000个左右在美国，510个在中国。但要注意啊，中国从来没有官方公开说过自己到多少核弹头，但是一些军控机构，包括瑞典的这些核研究机构，他们一直在统计中国的核弹头数字，而且还有一个分析预测2030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增加到1000枚。当然现在看来这个核实力还是美俄，然后第3就是中。但是所有的这些核弹头如果处于戒备状态呢，核力量的技术升级就让威胁更加难以预测，就不知道了。这样一个核竞赛的压力之下，美方怎么应对？
我快速的总结一下，美方现在呢，一般我们都知道的有几点，一个就是重新再部署它的战术核武器，比如说它的这个潜射核巡航导弹就在重新部署，有大量的讨论。第二就是美方在加强它的印太盟友合作，联合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部署先进的防导系统。最近其实也有很多文章出来，就是分析朝鲜半岛的核武器部署。第三个就是升级反导防御体系，针对的是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威胁，加强的是拦截能力。第四个就是美国在调整它的核政策，在美国内部，鹰派就直接呼吁要重新评估这个先发制人的核政策选项，要强化战略威慑力。这个 deter 是一个特别常用的词，就是这个威慑哈。但是这些举措能不能真正的应对中国的核力量崛起呢？美国内部有分歧，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呢，过度强化核威慑反而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战略误判，加强紧张局势。但是呢，美国的鹰派又认为，现在面对中国的核力量的这样快速发展，美国必须以更强的威慑制衡中国。可以总结一下了，我今天这一期讲的其实是3点，一个是要知道现在中文媒体没有讲的全世界怎么看中国，就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新的核大国，而且会引发核危机的一个大国来看的。第二就是中国一直讲的这种防御性的不主动使用核的这种表态，西方分析认为有可能被破除，原因就是中国表达了强烈的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种决心，而中美都已经把对方列为绝对的竞争对手，就是立场是都很清楚了。而第三点就是中国这些年，一个是实际产生的这些核建设的动作，二是喊出来的强硬姿态，而且打破了美国一直主导的他们认为的这个核平衡，也就让全球核竞赛重新加速。而随着2027年台海冲突时间节点的临近，台海问题一定是全球核风险最大的引爆点。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其实我开了很多口子，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关注。如果大家希望我在这一个领域做一些更多的智库分析的研究报告给大家分享，还是一些关键的预测的总结的话，请大家评论留言。好，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